40歲那年，沈懷安位极人臣，也給我掙來了一品誥命。我們是京城人人稱道的夫妻，相守一生，白頭到老。唯一的憾事就是獨子在5歲那年失足落水而死。這天，沈懷安一反往常，早早下朝回家，溫潤的臉上難掩激動之色。他說遇到一位世外高人，懂得輪迴之術，可使人回到從前。我一欣喜不已，急着要和他一同回到孩子落水那日，彌補此生最大的遺憾。可等我睜開眼，發現自己上再次歸中，正堂裡是帶着聘禮來提親的沈懷安，但這一次他求娶的是我的庶妹。小侄对靜雲姑娘一片真心，今日特來求娶。堂屋裡，爹看着恭敬下拜的沈懷安，神色很是疑惑。贤侄想娶的是靜書還是靜雲？沈懷安一字一頓，清楚地說出了庶妹的名字。小侄愛慕靜雲姑娘多年，還望伯父成全。爹下意識回頭，看向了屏風後的我，和上輩子一樣，聽到沈懷安帶着聘禮登門，爹允我去了正堂。畢竟我和他自幼相識，兩家早就有了結親的打算。伯父，可否讓小侄跟靜書單獨說幾句話？沈懷安抬眸看向屏風，目光平靜無波。爹出去後，屋裡一片沉寂，良久，聽到一聲輕嘆：“靜書，這一世我們不能再續夫妻之緣。”我走出屏風，看着面前的沈懷安，烏髮高束，眉眼沉靜如玉，一身墨黑長袍，玉帶束腰，松竹般肃然而立，舉手投足間帶着清冷俊雅，確實是我熟悉的相伴了20多年的枕邊人。可他又是何時愛上庶妹宋靜雲的？在我不解的目光下，他垂下了眼簾，聲音很輕，卻沒有半點猶豫。靜書，我愛的一直都是雲兒，只不過這麼多年拼命壓抑自己的感情。前世我最後悔的就是顧忌門第出身，和雲兒錯過，眼睜睜看着她香消玉殒，悔恨一生，重活一次，我不會再違背自己的心意。竟然是這樣，前世種種，那些我以為的舉案齊眉，白頭到老，在他看來是悔恨一生。一時間，心中思緒萬千，悲涼、傷感、茫然，藏在心底的話脫口而出。可是我們的昭兒。提到早夭的孩子，他淡漠的眼底閃過痛色，沉聲道：“靜書，都放下吧。那孩子本不應該來到這世上，不應該來到這世上。”我腦中又浮現出昭兒的模樣，他稚嫩的小手拉着我，問爹爹什麼時候回家。上不及桌子高的他努力寫了一整頁字，盼着得到爹爹的誇獎。落水後高燒不退，臨走那晚還一直看向門口，等着見爹爹最後一面。我低下頭，拼命忍住眼中的淚。好，都放下。靜書，這輩子我們各自安好，也祝你早日尋得真心相愛的夫君。說完，他又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轉身出門，背影帶着如釋重負的輕快。沈懷安要迎娶庶妹的消息很快在府中傳開，宋靜雲和柳姨娘喜極而泣。柳姨娘早年間是有名的瘦馬，姿容絕倫，被去揚州辦差的爹一眼看中。那時娘親早逝，年幼的我寄住在外祖家。等及笄回家時，柳姨娘已經同半個主母，還生了同樣千嬌百媚的宋靜雲。我回來後，第一件事就是奪了她的掌家之權。他心有不甘，去跟爹哭鬧。我將理出來的多筆爛賬擺到桌上。這些年我在外祖那裡都聽說了，爹找個瘦馬登堂入室，讓宋家淪為整個京城的笑柄。爹看着賬本，臉色變了幾變，從此再不讓柳姨娘管家，而他慣會察言觀色，帶着宋靜雲做嫡府小。我也沒有故意為難過他們母女，上輩子直到我出嫁都相安無事。如今沈懷安要娶宋靜雲，我因為長着家，還要操持他們的婚禮。這天看了一上午禮單，我有些乏，去花園裡散步，忽然聽到僻靜處傳來柳姨娘的說話聲：“雲兒，娘早就跟你說過，以你的才貌，只需在沈公子面前露兩面，定能勾走他的心。多虧了娘的安排，我和懷安哥哥見面的那2次，姐姐也在場。當時我好緊張，生怕被他看出端倪。宋靜書自詡出身好，端着贤淑的架子，實則跟塊木頭似的蠢笨不堪。這世上的男人，但凡長了眼睛，在你和他之間，誰会願意娶她？不過出嫁前，你斷不可招惹他，咱们還得哄着他，多給你出些架子。是，女兒省得。”說話聲越來越小，花叢中2個婀娜的身影漸漸走遠，消失不見。記憶中，宋靜雲確實見過沈懷安2次，第一次是爹的壽辰，沈懷安前來道賀。我和他在院子裡喝茶時，遇到了獨自垂淚的宋靜雲，她紅着眼睛，像一隻受了驚嚇的兔子，怯生生地從袖中取出一個香袋，細白的手指抖個不停，那是她繡給爹的壽禮，剛才卻不小心弄污了。我溫言安慰了許久，又命人去開庫房，讓他挑選中意的東西送給爹。從頭至尾，沈懷安都低眸喝茶，沒跟宋靜雲說一句話，只不過後面的壽宴上有些魂不守舍，早早告了辭。第2次是去年的上元節，沈懷安邀我去賞燈，我收拾妥當出門時，看到臉頰绯紅的宋靜雲嬌怯怯地問：“沈公子，能幫我折一枝梅花嗎？爹爹最喜歡梅香了。”沈懷安抬手折了梅，緩緩插入宋靜雲雙手捧着的玉瓶中，修長的身影幾乎能將面前的人籠罩。聽到我的腳步聲，他極快地後退了2步，溫雅一笑：“靜書，我給你買了琉璃燈，
去看看喜歡嗎？說完，拉起我的手走向馬車，似是故意逃避着什麼。大小姐，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可讓奴婢好找。一个声音将我的思緒打斷，貼身伺候的侍女走了過來。柳姨娘差人來問，能不能把南郊的莊子也給二小姐做嫁妝？侍女打量着我的神色，又猶豫着開口。奴婢覺得柳姨娘有些過分了，那莊子是夫人的陪嫁，每年的收成能賣不少銀子，怎麼能給二小姐？確實如此，回屋吧，我再斟酌斟酌那份嫁妝單子。因為娘親去得早，我在外祖家長大，外祖父和舅舅是朝中有名的清流一派，家風更是清正，他們都沒有妾室。祖母去世後，由舅母當家，舅母對我視如己出，除了琴棋詩書，還手把手教我如何管家理賬，主持中饋。耳濡目染下，我對男女之情有些遲鈍，看不出沈懷安早就對宋靜雲生了情愫，更把他20多年的清冷疏淡當作夫妻間的相敬如賓，重活一次才算真正看得明白。柳姨娘看到宋靜雲的嫁妝單子，一下就變了臉色，跑去跟爹哭訴：沈家是京城數一數二的世家大族，沈懷安更是嫡子嫡孫族中的翹楚。妾身想給雲兒多備些嫁妝，不讓她被沈家看低，可大小姐備的東西實在是讓雲兒難堪啊！爹翻了翻單子，面露責備。靜書，我知道對於這門婚事你心裡不自在，可這關係着宋家的臉面，你怎能如此不識大體？我不疾不徐地喝了口茶，才緩緩開口。原來姨娘也知道二妹是庶出，那你還哭鬧什麼？給爹爹惹禍嗎？上個月首府李閣老的庶女出嫁，我比照着李小姐的嫁妝單子給二妹置辦，姨娘是想讓爹爹壓過李閣老嗎？就不怕御史們參爹爹一本？此言一出，柳姨娘呆愣住，讷讷道：可是什麼可是但是？果然是娼妓出身，沒有半點見識，只會平白給我惹禍。出身是柳姨娘最難以啟齒的傷疤，這麼多年，全府上下無人敢提及，現在被爹指着鼻子罵，如何能受得住？當下哭着跑了出去。待他走遠，爹的神色緩和，看我的目光帶着些許慈愛。靜書，爹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放心，爹定會給你尋一門更好的親事。我垂頭遮住眼簾，低聲稱是。其實我知道剛剛柳姨娘想說什麼。表面上，宋靜雲的陪嫁跟李小姐一樣，實則相去甚遠。同是莊子和鋪子，也有賺錢虧本之分。我給宋靜雲的要麼經營不善，要麼掌櫃難產，終歸不會順了她和柳姨娘的意。婚禮事宜按部就班的進行，我閒了也會出門去看看那些鋪子。這天，我來到一家書齋，正看着賬本，一個清瘦的書生推門而入。掌櫃的，這是我連夜抄好的書。掌櫃盯着那厚厚一疊紙，想找錯處，可仔細翻了個遍也沒找到，只好隨口挑刺。字跡有些草草，不能給你原定的價錢，而且你這種寫法最費墨，還得多扣你些墨錢。那人愣了愣，低聲道：那可以結多少錢？掌櫃說了個很低的數，連一旁的我都聽不下去了，問道：寫成什麼樣？給我看看。我接過紙張，只看了一眼就覺得賞心悅目，好一手秀雅飄逸的字。等我再轉眸看向那落魄的書生，霎時愣住了，竟然是他，林燕，前世宋靜雲的夫君，也是沈懷安恨到骨子裡，想方設法弄死的人。他家境貧寒，和母親相依為命，可沒記錯的話，來年的鄉試他就中了舉，之後更在電視中成為本朝最年輕的探花，前途無量。爹爹綁下捉婿，相中了他，而且他出身寒微，只有一個臥病在床的母親。宋靜雲嫁過去就能當家做主。成婚後，林燕的才學深受皇帝賞識，屢被擢升。若沒有後來的變故，只怕也能入閣拜相。這位小姐，可否給在下結賬？在下還要趕去藥鋪抓藥。許是被我盯着看了太久，林燕有些不知所措地低下頭，連睫毛都在微微顫抖。我轉頭對掌櫃吩咐：去賬上給這位公子支50兩銀子。他猛地抬起頭，錯愕與不解在眼底交錯。無功不受祿，小姐這是何意？都說人如其字，我從這些字中看出了公子的才學。科考在即，公子還是不要為生計奔波，安心備考。等你一朝中第，入朝為官後，再想着還我這50兩的人情吧。在下林燕，謝小姐大恩，敢問小姐尊姓大名？宋靜書。林燕拿了銀子，匆匆走了，想來急着去給他母親抓藥。我又看了許久的賬本，日落時分才乘車回家。大小姐，角落裡似乎有人一直望着咱們。聽到車夫的話，我推窗看了看，夕陽下那個單薄挺拔的人影是林燕，本就俊秀的眉眼映在細碎的光影下，沉靜似水。懷安哥哥快閉眼，我的鬢髮亂了，好醜。一早，花園裡就傳來宋靜雲嬌羞的笑聲。雲兒若醜，這世上就再沒有好看的女子了。沈懷安低眸淺笑，為她細細梳理鬢間的秀髮，眼中是藏不住的溫柔。前世我和他夫妻20餘載，也從未見過這樣的他，果然愛與不愛，天差地別。姐姐，你何時來的？宋靜雲看到了路邊的我，立馬露出害怕的神色，小鹿一般惴惴不安。沈懷安不動聲色地將他擋在了身後。靜書，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。懷安哥哥，還是別說了。還不待我說話，宋靜雲就拉住他的袖子，楚楚可憐地搖搖頭。是雲兒命苦，別讓姐姐為難。別怕，凡事有我。先回去歇息，
我晚些時候再去找你。等宋靜雲走遠，沈懷安臉起笑，又恢復了我熟悉的那淡漠模樣。靜書，有件事想請你幫忙。你知道的，沈府的後宅一向複雜勢力，雲兒嫁過去恐會受委屈。我打算請宋伯父抬柳姨娘為平妻，讓雲兒以嫡女的身份出嫁。你母親病逝多年，宋伯父一直沒續相，就是怕你外母家有微詞。此次抬柳姨娘的事，還請你去說服你的外父和舅舅。他語氣輕緩，慢條斯理，仿佛說着再順理成章不過的事，卻一字一句在誅我的心。我強忍顫抖，死死攥緊袖中的雙手。沈懷安，你好歹也是活了2世的人，怎麼跟那對母女一樣，做起了春秋大夢？等等，靜書，這一世希望你能活得通透些，幫我此事，我也會知你的情。若你不答應也沒關係，等到我做首輔那天，一樣可以給雲兒嫡女的身份。只不過到那時，你是什麼身份就不好說了。原來他篤定能跟上輩子一樣，平步青雲，位极人臣，才如此有恃无恐的來威脅我。我的心一片冰冷，剛要說話，看到管家走了過來。大小姐，有位姓林的公子想見你，他一大早就来了。外面風大，老奴看他衣衫单薄，就让他进来了。管家的身後是有些拘谨的林燕，還穿着那深洗的发白的衣衫。看到我時，他的眼睛立馬亮了。宋小姐，我給你帶了家鄉的小食，是我娘做的，粗陋了些，你別嫌棄。一旁，沈懷安握着我的手驟然收緊，看向林燕的目光是毫不掩飾的仇恨。林燕，他對着我低頭耳語，幾乎是咬牙切齒。你怎麼會跟他有來往？前世他娶了雲兒，卻賣妻求榮，把雲兒獻給荒淫的齊王，最後害得雲兒慘死。這種畜生，活該千刀萬剮。我不在意的笑了笑，隨手指向躲在樹影後的裊挪身影。從那個角度，怎麼看都像是沈懷安拉着我私語，動作親昵。我和誰來往？跟你無關，倒是我那好妹妹很不放心你與我單獨見面。她慌亂地鬆開了緊握着我的手，向宋靜雲走去。我再不想理她，轉頭對着林燕揮了揮手。做了什麼？讓我嘗嘗。宋小姐，我是不是貿然前來，打擾了你？沒有的事。我接過她手中的食盒。你母親好些了？提到母親，她臉上又現出明朗這些日子用了山參調養，娘的病大有起色。宋嬌娘的大恩，在下沒齒難忘。原來她用銀子買了參。難怪這麼冷的天，連件厚衣裳也沒添置。打開食盒，裡面是一些細點，捏成蔬果或花朵的形狀，拿了一個放進嘴裡，清爽可口。我笑道：原來青州的點心這麼好吃啊！宋小姐怎麼知道我祖籍青州？一句話直接將我問得呆愣住。我是上輩子在他快死的時候知道他是青州人的。前世齊王爭儲失敗，縱火自焚，新皇繼位，將林燕貶回了祖籍。可恨他入骨的沈懷安不肯善罷甘休，想盡辦法要置他於死地。終於在5年後，以勾結藩王、圖謀不軌的罪名將他押解回京，處以極刑。行刑那天，刑場上突然湧來無數百姓，都是從青州千里迢迢趕來為林燕請命。他們說，林大人5年來宵衣貴日，讓整個青州的百姓過上了好日子。求皇帝看在他有功於民的份上，從輕發落。這是在京城鬧得極大。我也跟眾人一起去刑場圍觀，當時的監斬官就是沈懷安，他的臉色陰沉的厲害，高舉令牌，大聲喝道：“將這些亂民全部拿下！”官兵們紛紛拔刀追趕那些青州百姓。危急關頭，帶着鎖鏈的林燕開了口：“諸位父老鄉親的恩德，林某銘記於心。可若大家因我受了牽連，黃泉路上我又如何能安心？都回去吧，再有2個月，麥子就熟了。今年疏通了水渠，定能有個大豐收。大家回去收了麥子，過個好年。林某死也瞑目了。斷頭台上，他窮窮竭力，身着破爛囚衣，瘦得形銷骨立。可就是這麼一個人，風骨卓然，朗如明月，讓所有的人都移不開眼睛。他目送着最後一個哀哭的青州百姓離開，轉眸看向劊子手，神色平靜。行刑吧！這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腦海中。當晚，沈懷安回來，我猶豫再三，還是忍不住問林燕的案子會不會另有隱情。今日在刑場上，我看他不像是會謀反的人，那你看他像什麼人？沒想到，一向溫雅的沈懷安勃然變色，眼風冷冽如刀。你難道忘了靜雲是怎麼死的了嗎？林燕賣妻求榮，卑鄙無恥，我恨不能將她凌遲，是陛下寬仁，判了斬首。靜雲是你的親妹妹，你竟然為那個畜生說話，真是太讓我失望了。宋小姐，宋小姐，我猛地回過神來，發現自己在呆愣中將手裡的一塊點心捏得不成樣子，而面前的林燕正忐忑地看着我，眸中藏着擔憂。宋小姐可有什麼心事？那在下就不打擾了。說完，她行了個禮，轉身欲走。等等，我急忙將她叫住，略一思索，低聲道：“你母親做的點心真好吃，為表謝意，我有一份回禮，這邊請。”我帶着她穿過庭院，來到書房，從書架取下2本古籍，這就是外祖父的藏書，舅舅科考時也曾仔細研讀，後來被我爹借了來，卻一直束之高閣。不如今日就借給你吧。他一瞬不瞬地盯着那2本書，眸光亮如星辰。這是書院的先生提過多次的書，又一直感慨千金難求。宋小姐，
我說到最後，聲音竟哽咽起來。我莞爾一笑，那就拿回去看得仔細些。說好了，只是借，等你高中後可要還我。他千恩萬謝，小心翼翼地將書收進懷中，又隨意聊了幾句，便起身告辭。即將出府門時，有一個人影走過。宋靜雲眼角微紅，腳步匆匆，像是在鬧脾氣。他見到我，小心翼翼地過來行禮，嬌怯怯的眼睛又看了看林燕姐姐。他是誰？雲兒，過來。身後忽然響起沈懷安的聲音，他幾步上前，一把將宋靜雲拉到身後，整個人緊繃得厲害，離他遠點。宋靜雲的眼圈又紅了，楚楚可憐地撇了撇嘴，哼，我才不要理你。說完，跺跺腳又跑走了。雲兒，沈懷安又趕忙追了過去。我打量着林燕，隨意地笑了笑，是舍妹和她的未婚夫婿，讓林公子見笑了，是在下叨擾，宋小姐別見怪才是。林燕神色如常，清俊的眸子並未多看那兩人一眼。沈懷安又來了好幾次，每次都帶着精巧的禮物，終於哄得宋靜雲破涕為笑。這天我出門回來，剛好遇見他離開。靜書，請留步。往常看到我，他都冷着一張臉，全身上下透着疏離，今日反而眉眼含春，笑意盈盈。我避嫌地往後退了2步，有何事？你主動和我說話，不怕二妹又不高興？提到宋靜雲，他臉上笑意更甚。雲兒和你不同，她敏感多思，會與我鬧些小脾氣。重活一世，我才明白與心愛之人相處是何種滋味，酸澀甜蜜，牽腸掛肚，卻又令我甘之如飴。靜書，那天我是真心實意的願你找到相愛的夫君，你切不可因為怨恨我娶雲兒，就故意去招惹林燕那種人。說來說去，他以為我結交林燕是拈酸吃醋，故意跟他慪氣，所以特意好心來開導我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卻客氣有禮，多謝沈公子，也祝你和二妹百年好合。3月3，宜嫁娶，婚禮如期舉行。沈家不讓柳姨娘登門，我作為宋靜雲的娘家人參加了喜宴。拜完堂後，宋靜雲被送進了洞房，我在後廳和各位夫人小姐們聊着天，正說着，一個丫鬟匆匆走過來，小聲道：“宋小姐，我家老夫人請您去一趟喜房。”那丫鬟是沈懷安母親的貼身侍婢，神色很是凝重。我不敢耽擱，連忙起身。喜房裡坐着數人，宋靜雲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好不可憐。沈老夫人臉色陰沉，見我進來，揚手支出一物。宋家真是好家規，新娘貼身带這種煙雜東西。我撿起一看，饒是活了2世，也不由面紅耳赤，竟是一整副繪聲繪色的春宮圖。宋大小姐，你家就是這樣教養女兒的嗎？不知道的，還以為開了妓館。沈老夫人毫不留情面，又多多問來。上輩子我作為兒媳，跟她打了20年交道，最是了解她這人強勢刻薄，極不好伺候。這春宮圖8成是柳姨娘給宋靜雲的，卻不知怎麼的被人搜了出來。現在沈老夫人給宋府扣了這麼大的罪名，連我的閨名也一併毀了。我深吸了口氣，對着只會哭的宋靜雲溫聲道：“二妹仔細想想，今日梳妝時被何人近過身？”哭聲頓了頓，宋靜雲茫然地眨了眨眼睛，我趕忙抓住她的手，用力握住，一字一句地問：“事關二妹和宋家的清譽，你可得仔細想清楚了。”她終於明白過來，哽咽着說了2個名字，都是柳姨娘精心挑選的陪嫁嬷嬷，真是大膽刁奴，竟做出如此構陷主子之事。說着，我對沈老夫人行了個禮。二妹是個玉潔冰清的閨閣小姐，一時不慎着了奴才們的道，還望夫人明察。況且拜了堂，二妹就是沈家的媳婦，這是鬧大了，2家都沒臉，不如尋個借口發落了那2個奴才吧。沈老夫人沉着眸，直直地看着我，臉色變幻莫測。這時，原在酒席上應酬的沈懷安趕了過來，進門就急聲道：“母親，出了何事？”宋靜雲一看到他，登時放聲大哭：“懷安哥哥，我好怕！”沈懷安立馬把他護進懷裡，又道：“有什麼事，母親儘管來找我，不要為難雲兒。”沈老夫人盯着他看了半晌，最終長嘆了口氣，就依宋大小姐的意思，將那2個奴才重打20板子，發賣出去。不要！宋靜雲驚呼一聲，但此事只能弃卒保車，最後不甘心地閉上了嘴。我跟着沈老夫人一起出了喜房，走得遠了，仍能聽到裡面的哭聲和輕哄聲。哎，沈老夫人又是一聲深嘆，懷安不知怎麼鬼迷心竅，非他不娶。宋大小姐，你才是我一直中意的媳婦啊！成亲後，宋靜雲便频頻出門應酬，凡是有聚會宴席，她都會盛裝出席。她本就生得極美，精心打扮之下，更是光豔動人，令席上的其他女子都失了顏色。這天，長公主在自家園子裡辦了賞花宴，這位長公主是當今陛下的胞姐，尊貴無比。當年陛下繼位時尚年幼，由長公主攝政，一晃多年，在陛下到了親政的年紀後，長公主又主動放權還政，下嫁駙馬，相夫教子，因此陛下極其敬重她，時不時與她商討朝堂之事。前世也有這場宴會，我事先準備了許久，終於得了長公主的青睞，私下裡為沈懷安說了幾句話。有了長公主的舉薦，
沈懷安在兵部謀得一個重要職位，成為日後平步青雲的起點。今日的宴會上，可以看出宋靜雲也費盡心思想討長公主歡心。想必來之前，沈懷安給她交代了什麼。可長公主何等身份，尋常討好如何能入得了眼？前世的我特意去請教外祖父，他曾被摄政的長公主賞識提拔，很是了解這位殿下的喜好。但如今的宋靜雲又如何懂得？數次上前賣乖巧，長公主都不甚在意。我冷眼旁觀，坐在角落裡默默喝着茶。這時，有位夫人和長公主聊起了樂譜。只聽長公主說道：“這些年來，本宮最喜歡的還是那首《烏江吟》。”話音剛落，宋靜雲就站起身，嬌滴滴道：“臣婦會彈這首曲子，願為長公主殿下撫琴助興。”長公主聞言，笑着點了點頭，去把本宮的那把綠衣拿來。綠衣是天下名琴，長公主此舉算是給足了面子。宋靜雲神色激動，坐到綠衣前，認真撥動琴弦。琴聲響起，在場的人卻都變了臉色。哪裡是長公主喜歡的《烏江吟》？我好像聽過這曲子。眾人中不知是誰揚聲道：“年初安慶侯的世子一擲千金，捧一個樂伎，那樂伎就總彈這曲子，叫什麼《烏江吟》。”此言一出，四座譁然，甚至有人幸災樂禍。沈夫人把長公主府當成什麼地方了？竟彈這種曲子！宋靜雲滿臉通紅，手足無措地跪地行禮：“臣婦無知，求長公主恕罪。”罷了，退下吧。長公主面沉如水，隨意揮了揮手。可明眼人都能看出，她心中極為不快。之後也有些意興闌珊。賞花宴早早散了場，門口處停着沈家的馬車，沈懷安長身玉立，等在一旁。宋靜雲再也忍不住，一頭撲進他懷裡，大哭起來。沈懷安一再詢問，他才嗚嗚咽咽地說了事情經過。懷安哥哥，怎麼辦啊？我真的不知道那曲子不對，此番大大得罪了長公主。沈懷安也臉色蒼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這時他抬眼看到經過的我，冷聲道：“靜書，你和雲兒是親姐妹，在外本該互相扶持，今日你為何眼睜睜看着她出醜？”呵，我嗤笑了一聲。沈公子去問問參加宴會的人，尊夫人是何等殷勤的要給長公主獻曲，機會難得，我做姐姐的怎能阻攔？況且誰又能想到，她竟把《烏江吟》彈成了樂方的曲子。說完，我轉身上了馬車。宋靜雲彈錯曲子的事很快在京城傳開。又過了些日子，朝廷的任命下來，沈懷安果然沒謀到那個兵部要職。之後不知是宋靜雲自己沒臉，還是被沈老夫人約束，很少再見她出門。轉眼間過了1年，4月初2是回門的日子。柳姨娘一早忙忙碌碌，各處張羅。晌午，沈府的馬車到了，宋靜雲一身名貴錦緞，光彩照人。跟在她身後的沈懷安反而神色有些疲憊。飯桌上，柳姨娘不斷給沈懷安斟酒添菜，問了許多沈府的事。沈懷安淡淡的笑着，一一作答，挑不出半點毛病。可我對他再了解不過，從他無意識的舉止間，能看出他心中已很不耐煩。一頓飯終於吃完，沈懷安起身告辭，卻被宋靜雲一把拉住。懷安哥哥。宋靜雲撒嬌地搖了搖他的手，我好不容易回趟家，想跟娘親多說會兒話。沈懷安眉頭微蹙，又很快舒展開，笑了笑。好，那我等你。說完，又拿起酒杯，自斟自飲。一直到傍晚，宋靜雲也沒從柳姨娘的房中出來，恐怕還要再招待他們一頓晚飯。我思量着，準備去廚房打點，卻不想剛出院子就遇到了沈懷安。他孤身一人站在梅樹下，身上落滿了花瓣，因喝了酒，眼眸微微泛着紅。靜書，能說幾句話嗎？我頓住腳步。說什麼？他眸光流轉，看了我許久，驚嘆道：“靜書，先前我讓你說服你外祖家同意抬柳姨娘做平妻，是我做錯了。柳姨娘的見識品性實在不堪做一家主母。雲兒從小跟着她長大，確實短了些見識，也不善理家。成婚1年多來，她和我母親多有齟齬，我平日政務繁忙，還夾在他們中間，實在是身心俱疲。靜書，前世你和我母親相處甚好，能不能請你往後多去我家走動，教一教雲兒？我在此謝過，不勝感激。”他一口氣說了許多，態度極為誠懇，還深深行了一禮。我卻只是淡淡的笑了笑。沈懷安，是你自己說的，這一世各自安好，我又憑什麼要幫你？他一时語結，愣愣地看着我。我不願再跟他多言，向着廚房走去。二妹本就忌諱你我相處，妹夫以後還是不要再來找我了。宋靜雲果然又拉着沈懷安留下吃晚飯。席間，他和柳姨娘笑聲不斷，沈懷安則一言不發，連爹的話都不回，只低頭不斷喝酒。大小姐貼身侍婢走來，對着我低聲耳語：“林燕林公子在府門外，想見您一面。”他怎麼來了？我趕忙起身，還不快把他請進來。外面天色已晚，一人披着一身清冷的月光，靜立於廊下，眼睫濃幹，眉目秀雅，比上次相見多了幾分風發之氣。我快步走過去，笑道：“好久不見，林公子，還沒恭喜你在鄉試中了舉。”他背後是清凌凌的月，眼中滿是燈火碎影，從袖中取出一個小小的木牌。我娘曾去南山的佛寺裡許願我能中舉，年前剛去還了願。她說那寺裡的佛祖甚靈，就為你求了一枚平安符，願宋小姐一生順遂，平安喜樂。我心中感激，接過那木牌，握在掌心，勞煩林伯母惦記，替我好好謝謝她。不知為何，林燕的臉忽地紅了，清潤的眸子濕漉漉的，
似乎有委屈閃過。宋小姐，其實是我嘱咐娘親給你求的。說到最后，以声若蚊蝇，我卻聽清楚了，一時間笑靥如花。那我更要謝謝林公子。不客氣。他的臉更紅了，慌亂到不知看哪裡才好。我忍俊不禁，調笑道：林公子，今年殿試面對聖上，可別像現在這樣，連話都說不利索。那怎能一樣？宋小姐，別再取笑我了。我又和他說笑了幾句，遠遠看到沈懷安和宋靜雲走了過去。宋靜雲掩面而泣，似又鬧了脾氣。沈懷安走在後面，冷着臉，一言不發。回想當日，他說什麼心愛之人鬧小脾氣，甘之如飴。這才1年多光景，便哄不下去了。我收回目光，又對着林燕笑道：林公子有空的話，去書房看看，可還有想讀的書？他眸光閃亮，像是被血水洗涤過的黑曜石。多謝宋小姐。日子一如往常，期間亦發生了許多事。今年殿試，皇帝欽點林燕做了狀元。前世她是探花，就被許多人相中。這一次家中更是被說媒的人踏破了門檻，可都被他以全心報效朝廷，暫無成家之意回絕了。我也特意去了趟外祖家，給任吏部尚書的舅舅看了許多林燕的文章。舅舅對他的才學讚賞不已，說會留意着，悉心栽培。這邊是林燕前途似錦，而另一邊沈府亂成了一鍋粥。先是宋靜雲不知犯了什麼錯，被沈老夫人罰跪，結果當晚就落了胎。沈懷安知道後心疼不已，去找沈老夫人理論時，竟用力推了老夫人一把，這是不知怎麼的被傳了出去。御史们以不孝之罪狠狠地參了他一本。他這2年苦心鑽營，好不容易謀得的升遷瞬間化為泡影。之後一向溫潤端雅、謙君子的沈懷安開始日日買醉，甚至還去了風月場所。宋靜雲哪裡受得了，又哭又鬧，還好跑回家幾次，跟爹和柳姨娘哭訴。爹氣得臉色鐵青，指着柳姨娘罵：這就是你教出來的好女兒，自己攏不住男人，哭有個屁用。柳姨娘也沒了章法，抱着宋靜雲一起哭到深夜，最後擦了擦眼淚，咬牙道：風月女子有什麼了不得的？不就是那些招數？雲兒別怕，娘都教給你，肯定能拴住沈懷安的人。我坐在屋中，聽柳姨娘院中的小丫鬟一五一十地講完，笑了笑：不錯，這是賞銀，以後繼續留意那邊的動靜。謝大小姐，奴婢一定事無巨細都打聽清楚。小丫鬟拿着銀子，千恩萬謝地走了。自從知道柳姨娘暗中安排宋靜雲和沈懷安見面，我便明白之前是自己疏忽大意了。後來我安插了多個眼線，現在柳姨娘那裡有什麼風吹草動，我都能一清二楚。重活一世，斷不能再被人算計利用。一晃到了我19歲的生辰，爹又忍不住老生常談：靜書，女兒家終歸要嫁人，眼光不要太高，免得蹉跎了大好年華。這幾年爹不知為我相看了多少人家，都被我回絕。倒不是我眼光高，而是經歷了前世，我再沒有嫁人的心思。今日的生辰宴上，舅舅也來了，他說有要事商量，與我單獨去了書房。屋門關緊，舅舅蹙着眉，沉聲道：說昨晚一個與我素來交好的御前太監傳出消息，皇帝準備選秀了。選秀？我驚訝不已。陛下年過40旬，已多少年沒有選過秀了？這次不一樣，開春以來，陛下龍體欠安，太醫診治過也不見好。皇後說宮裡久不見新人，少了些鮮活氣，就提出選秀，暗有沖喜之意。陛下也同意了，說你的年紀剛好在入選之列，若不想進宮，就要在聖旨下來之前嫁出去。我一時呆住了，倉促之下又去哪裡找人嫁？舅舅慈愛地摸了摸我的頭，說別急，我這裡倒是有個人選，不知你願不願意？誰？林燕。我其實已探過他的口風，你若願意，他就立馬準備婚事。這2年他在吏部任職，我暗中觀察，發現他才學人品皆出類拔萃。你們成親，倒也是一段好姻緣。準備婚事，好姻緣。我呆愣着，心中一片茫然，怎麼也不曾想過自己會嫁給林燕。說事出緊急，嫁或不嫁，你盡快拿主意。我猛地緩過神，看着神色凝重的舅舅，點了點頭。我嫁。舅舅舒了口氣，眼中現出笑意。好，你爹那邊由我去說，此次我親自做媒，定會給你辦一場風風光光的婚禮。看着府裡為婚事忙碌的下人們，我仍有些恍惚，怎麼這一世會嫁給林燕？可除了她，放眼京城，我竟也再無一人想嫁。小姐，姑爺來看您了。姑爺這次又帶了什麼新鮮東西？我看他就是找理由見小姐，巴不得日日都來呢。在幾個小丫鬟們揶揄的笑聲中，林燕走了進來。靜書，看看這盞燈，喜歡嗎？她手中提着一盞琉璃燈，四面都畫着女子，或讀書，或撫琴，或折花，或品茶，一顰一笑都勾勒得極為傳神。剛定親不久，我和他去逛過燈會，走了整條街也沒看到中意的。我本並不在意，他卻上了心，說要親手做一盞送我。快看，這燈上的女子不正是小姐嗎？一個眼尖的丫鬟驚呼出聲，立馬引得其他人都來看。畫得真好，原來小姐的模樣都被姑爺記在心裡。兩世為人，我從沒收到過這樣用心的禮物，臉上隱隱發燙。活都幹完了，都圍在這做什麼？起哄的丫鬟們終於散了，屋裡一下子寂靜無聲，我反倒更不自在，讷說了句我很喜歡，謝謝。靜書。林燕應了一聲，輕輕勾起我的手指，又連忙放開。嫁給我，
真是讓你受了委屈。我不解地眨了眨眼，我應該感謝你才是，為了不進宮，倉促間要你娶我，真論起來，還是你受的委屈更多些。他垂下薄薄的眼皮，耳尖像春花一樣紅，長睫上一閃一閃的，宛若翕動的蝶翼。其實我求之。話沒說完，管家敲了敲門，大小姐，老爺請林公子去一趟書房。林燕入仕2年，官階雖不高，可深受陛下賞識，前程似錦，爹對他也很是滿意，時不時與他談論些正事。林燕離開後，我又拿起那琉璃燈仔細看着，不知看了多久，柳姨娘院裡的小丫鬟突然跑了過來。大小姐，奴婢看到二小姐在西院的涼亭坐了許久，像是在等什麼人。西院的涼亭，我略一想就明白了，那是林燕離開書房到我這的必經之路。別聲張，帶我去那裡瞧瞧。我跟着小丫鬟一路去了西院，找了個僻靜的角落，果然看到宋靜雲坐在涼亭中。自落了胎，她便隔3差5不舒服，不是頭疼就是胸悶。沈老夫人嫌總往家裡請大夫晦氣，讓她回娘家調養。最開始沈懷安經常來看望，後面也漸漸來的少了。今天的宋靜雲未施粉黛，素衣素裙，頭髮松松的挽了個髻，好一副不胜嬌弱的病西子模樣。等了一會兒，有腳步聲傳來，宋靜雲立馬拿起帕子抽泣起來。林燕的身影頓住，望向涼亭，但很快又錯開目光往前走去。姐夫，宋靜雲追了過去，揚起一雙淚光盈盈的眸子，期期艾艾地問：姐夫，能幫幫小妹嗎？林燕垂着眸，看不清臉上神色。沈夫人有何事？宋靜雲從懷中取出一條卷子，姐姐新婚在即，我想送她一幅白子圖，可昨晚嗅到半夜不小心睡着，白子圖被燒了個洞。姐夫能幫我跟姐姐說說情，別責怪我嗎？說着，他踮腳將卷子碰到林燕面前，一張怯生生的小臉微微泛着紅，惹人無限憐惜。林燕向後退了2步，溫和一笑：沈夫人自己去跟靜書說吧，靜書聰慧大度，定不會責怪你的。可是姐姐她……宋靜雲又紅了眼眶，委屈巴巴道：嫡庶有別，姐姐她向來不喜歡我，看不起我。靜書不會。林燕將她的話打斷：我和靜書相識時一窮二白，靠抄書為生，她也沒有半點瞧不起我。她不喜歡沈夫人，想必是沈夫人先做了對不起她的事。宋靜雲徹底愣住了，一句話也答不上來。林燕拱了拱手，轉身走了。西院裡早已空無一人，我仍站在原地，手心不知不覺中已滿濕冷汗。我這是怎麼了？是害怕宋靜雲故技重施，又勾引走林燕，還是慶幸林燕出言維護了我？一時間心中思緒紛紛。第2日，我命人斷了宋靜雲日日要喝的參湯。當晚，柳姨娘就跑過來理論，不過是每日2錢餐，能有多少银子？大小姐這樣對待親姐妹，未免太刻薄了些。我放下手中的書，淡淡的笑了笑。姨娘也說用不了多少银子，為何不找沈家要？二妹是沈家的媳婦，哪有在娘家一住數月，吃穿用度連帶吃藥都要娘家出錢的道理？不知道的還以為二妹被休回了家。柳姨娘眸光閃閃，咬唇不語。我接着說，我知道姨娘在想什麼，定是覺得我出嫁在即，這個家遲早落在你手裡。實話告訴你，我已為爹爹選好了繼配，是我舅母的手帕交。那位夫人新婚不久，丈夫就戰死沙場，這麼些年她孝順公婆，照顧小叔，如今公婆過世，小叔也成家立業，皇後娘娘下了懿旨褒獎她，允她再嫁。爹爹和她見了一面，便滿口答應，過些日子要親自去送聘禮。這些話說完，柳姨娘滿目震驚，臉上再無半點血色，踉踉蹌蹌地走了。我笑了一聲，又拿起書。前世我出嫁後，就是找了那位夫人做繼母，這一次事情更是辦得順順利利。那夫人持家有道，性子爽利潑辣，柳姨娘在她手中翻不起任何波浪。直到爹爹要續弦，柳姨娘再沒了任何心氣。宋靜雲的婚事成了她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光彩。她擔心時間久了，沈家真的會送來一封休書，連忙張羅着沈懷安來接走宋靜雲。沈懷安登門那天與我會了一面，相比上一次見，他瘦了許多，全身上下透着一股沉鬱落魄之氣。他也重生回來3年多了，官位不升反降，和上輩子差的實在太多。靜書，他沉沉嘆了口氣，你怎麼能嫁給林燕那種人？現在退婚還來得及。見我不為所動，他又抬高了嗓音，你忘了前世他是怎麼賣妻求榮的嗎？你難道不害怕早晚有一天他也會把你獻給齊王嗎？如果宋靜雲並不是他獻給齊王的呢？你說什麼？沈懷安瞪大雙眼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你到底什麼意思？我卻沒再回答，只隨意理了理衣袖。嫁不嫁是我自己的事，與你無關。有這閒心，不如去管管宋靜雲，讓她別再隨意勾引男人。半個月後，到了我出嫁的日子，舅舅果然辦了一場盛大的婚禮，京城裡的世家權貴都來了，連長公主殿下也參加了典禮。等林燕招待完賓客回洞房時，已是月上枝頭。靜書，久等了。蓋頭被挑起，面前的人一身正紅喜服，眉目清朗，看着我的眸子像浮光暗動的玉，泛着摄人心魄的光，讓我的心沒由来的一動。吃了子孙饽饽，喝了合卺酒，我默默地坐在桌邊，對將要發生的事再清楚不過，卻還是莫名有些緊張。沒關係的，靜書，你若不願意，就和我說。許是林燕的聲音太勾人了，又或者剛剛喝的酒上了頭，我起身環住她的腰，
親向他的唇角。誰說我不願意了？身旁的人一下子僵住，但很快便扣住了我的後腦，加深了這個吻。羅帐細垂，一夜春宵。婚後的生活很平靜，婆母跟前世的沈老夫人比起來，簡直是菩薩心腸。白日裡，我理完家就陪她說說話，做做針線，跟她學青州的點心。相處久了，竟讓我有了和母親在一起的幸福之感。到了傍晚，我又会有些魂不守舍，心中抑制不住的想念林燕，盼着她早些回来。這在上輩子跟沈懷安20多年的日子裡從未有過。光陰如水，一晃又是2年。這年開春，有件事在京城傳得沸沸揚揚。沈懷安為了巴結齊王，竟然將妻子送到王府做侍妾。我曾見過沈夫人一面，當真是生得花容月貌，美麗動人。沈懷安竟然捨得。男人為了權勢，有什麼不捨得的？也是，陛下年事已高，齊王和晉王2位殿下明爭暗鬥，沈家這是明顯站在齊王一邊了。茶館裡，幾個人繪聲繪色地議論着。我今日外出買婆母愛吃的點心，閒來無事，想多走一走，沒乘馬車，不料半路下起雨，就找了個茶館避雨，正好將這些議論聽到耳中。日落時分，雨終於停了，我拎着點心往回走，突然陰暗處衝出一個人，用力扣住了我的手腕。靜書，我知道錯了。靜書，我知道錯了。月光下，我看清了緊抓着我的人是沈懷安，他瘦骨嶙峋，衣衫沾着酒氣，瞪着一雙烏洞洞的眼睛。靜書，我不該被宋靜雲那賤人迷了心竅，我真的知道錯了，求你看在曾經20多年的夫妻情分上，原諒我這一次吧。我知道你重生回來是為了招，前世你就是在這個年紀生的招。靜書，你跟林燕和離，我們重新開始，再找回我們的招，好不好？他一口氣說了許多，眼中綻出異樣的光彩。我如同聽到笑話一般，冷笑了幾聲。沈懷安，路是你自己選的，也是你親口說招不該來到這個世上，現在又像條狗一樣搖尾乞憐，可真是沒意思。他整個人晃了晃，臉色變得猙獰。宋靜書，那你嫁給林燕，難道是因為愛他？你一直都知道的是不是？你知道前世就是宋靜雲主動勾引齊王，並不是林燕賣妻求榮，可你不告訴我真相，任由我把他害死。你手上也沾了他的血，所以你內疚，你想補償，才嫁給他，傾力扶持他，是不是？面對生生質問，我的胸口忽然疼得撕心裂肺。前世林燕死的時候，我並不知道真相，直到5年後，爹爹病重，彌留之際才告訴我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爹說，在林燕和宋靜雲一親時，林母病重，他用1根老參為林母續了幾年命。宋靜雲勾搭上齊王後，爹以救母之恩相攜，要林燕隱瞞，林燕答應了，至死都沒有辯解過一句。可笑我知道後，擔心你內疚，才沒有告訴你真相，只瞞着你，在寺裡給他們母子供了長生牌，定期祭拜。今日我言盡於此，你若再來糾纏，我便告官，咱們衙門見。沈懷安呆呆愣愣，一點一點鬆開了握着我的手，行屍走肉一般消失在夜色中。我長舒了口氣，剛要離開，卻看到林燕站在不遠處，她手中拿着我的大氅，目光灼灼，洶湧着驚濤駭浪。她來了多久了？那我和沈懷安說的話是不是都被聽到了？我的腦中一片空白，正不知所措時，她彎了彎眉眼，走過來將大氅披在我的肩上。回去吧，娘在家急得不得了。她拉起我的手，穿過巷子，我看着地上我們交錯在一起的影子，心裡悶得難受。剛剛你都聽到了？你沒什麼想問的嗎？有，那你問吧，我都告訴你。回應我的是一陣沉默。就在我按捺不住想再說話時，他極輕地問：靜書，你是因為內疚才嫁給我的嗎？我一時怔住，不知該如何回答。他垂眸片刻，又笑了起來，眸光溫柔，似風吹過的湖泊般輕輕顫動。是我不好，沒能讓你嫁給真心喜歡的人，但我會一直努力，走進你的心，好嗎？眼眶忽地酸澀起來，我回握住他的手，十指相扣，瓮聲瓮氣地說：其實你已經在我心裡了。之後我和林燕誰也沒再提過此事，日子又恢復了平靜。這天婆母做了青州點心，我拿起一塊正要吃，胃裡卻一陣翻湧，乾嘔起來。淑兒，你莫不是有了吧？看着滿臉笑容的婆母，我心中也湧起一股歡喜，連忙去請大夫。大夫來診過脈，一笑着說：恭喜夫人，確實是喜脈，而且脈搏強健，胎兒甚好，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婆母喜極而泣，你跟燕兒剛成親時，我就去南山寺裡許過願，今天可該去還願了。我連忙阻攔，南山寺有些遠，您身子不好，還是我去吧。那怎麼行？你可得好好休息，你可得好好休息。我不在意的笑了笑。大夫說胎兒甚好呢，而且我有些胸悶，正好出去透透氣。婆母最終同意了，命人備了車，又對着車夫千叮嚀萬囑咐，一定要照看好我。車輪悠悠，一路向南山駛去。我摸着上平坦的小腹，想着林燕回來高興的樣子，心中滿是甜蜜。馬車駛出城門，突然一陣顛簸，出了何事？我剛開窗詢問，車門就被人撞開，有人闖了進來，對着我的後頸用力一劈，我眼前一黑，什麼也不知道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緩緩醒來，發現自己正在一輛陌生的馬車裡，沈懷安坐在一旁。靜書，你終於醒了。他看着我，悠悠一笑，我帶你去找那位高人。我揉了揉昏沉的頭，什麼高人？就是那位懂得輪迴之術的高人。等我找到他，我們再回到過去，
一切就能重新開始了。靜書，那到時我們成親，生下招兒，好好的過一輩子。我看着陷入憧憬的沈懷安，不動聲色地坐起身，隨後趁他不備，猛地推開車窗，放出一直藏在袖子中的信號。這是我出門時隨身帶着的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沈懷安看着劃破夜空的光亮，咬了咬牙，沒用的，我會在林燕趕來之前找到那位高人。他駕着馬車趕了2天2夜的路，期間我沒做任何反抗，竭盡全力讓自己多吃一些，多睡一會兒，保護腹中的孩子。這天一早，四周傳來陣陣馬蹄聲，沈懷安放了靜書，是那個做夢都想聽到的聲音。我急忙推開窗，大聲喊：林燕，靜書別怕，我來了。他帶着一眾官兵將馬車團團圍住，沈懷安無路可去，最終扔掉馬鞭，把我從車上拉了出來，一手掐住了我的脖子。宋靜書，你難道真的要置我於死地？我一動不敢動，盡量放平了口氣。懷安，你放了我，我發誓絕不追究此事。放了你，那誰能放了我？他猛地大喊道，神情几近癲狂。宋靜書，我這輩子算是徹底完了，所有的人都罵我，嘲笑我，看不起我。既然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，那你就先去死吧。話音未落，他抽出腰間匕首，直接扎進我的胸口。太快了，所有人都來不及反應，我軟軟的倒在了地上。靜書，靜書，林燕瘋了似的衝過來，沒事的，靜書，我帶你去找大夫。我被他抱緊在懷中，有些茫然地摸了摸胸口。林燕，我是迷糊了嗎？為何覺得並不怎麼疼？照常理，這樣的傷必定血如泉湧，而我的傷口只流了一點血，連裡衣都沒浸透。是他，是他。林燕抖着手摸向我胸前一個硬邦邦的木牌，是多年前他母親為我求來的那枚平安符，被我一直貼身放着。沈懷安的刀剛好扎中木牌，抵住了大部分力道，刀尖只淺淺刺破了我的胸口，劫後餘生。我愣愣地看着那枚平安符，放聲大哭。林燕，是你跟婆婆救了我，太好了，我们还能好好的過輩子了。沈懷安被押回京城時已完全瘋了，整咒罵宋靜雲和王，罵完又哈哈大笑，說這對狗男女早晚會葬深海，不得好死。齊王如何能容忍這種逆不道的話，命人割了沈懷安的頭，又以妖言惑眾的罪名將他腰斬於鬧市中。但齊王本人也沒能得意多久，第2年他便在楚軍之爭中敗給了晉王，縱火焚。和前世一樣，宋靜雲也死在了大中。齊王的事過去後，我生了孩子，也養好了身體。這日天好，林燕帶着我又去了南寺，我跪在佛前，內院平和安寧。還了願之後，又默默地許了新的願望。離寺前，林燕擁我入懷，說下次我們還要一起還願。我的頭在她胸前蹭了蹭，小聲說，那可要很久了，因為我許的願是和你依依是永不分離。